只要我和女友结婚，就会获得永恒挚爱系统的亿万奖励。可婚礼前1周，我却看见女友李婉正穿着婚纱和另一个男人拥吻。你怎么穿着他的西装？弄脏了怎么办？周远明说：怕什么？这样才刺激。我认识那个男人，周远明，李婉总挂在嘴边的天才画家朋友，孤独的艺术家。现在这位艺术家正把我的未婚妻抵在婚纱店的试衣间里，隔着厚重的帘子，我看到周远明喘着气，手指粗鲁地扯了扯婚纱精致的肩带，说他真想现在就撕了这玩意儿。李婉眼睫轻颤，脸颊绯红，轻轻推了他一下，说别闹，婚纱撕坏了没法交代，再忍7天就7天。他的手指在他胸口画圈，笑着说等婚礼结束，我的系统奖励一到账，我们马上就走，去环游世界。周远明嗤笑一声，说那王峥呢？你演了8年就没一点真感情，我看他对你可是掏心掏肺。李婉沉默了1秒，然后我听见他笑了，那笑声轻快又残忍，说系统任务而已，王峥就是个不懂浪漫的可怜虫，我只爱你。他主动凑上去，把后面的话吞没在黏腻的水声里。我站在帘子外，手里给他准备的戒指抵在掌心，硌得生疼。8年2900多个日夜，我记得他大一那年冬天怕冷，我熬夜织了一条丑的要命的围巾，他笑着戴上，说我傻。记得他第1次实习被上司骂哭，我陪他在天台上吹了一夜冷风，最后他靠在我肩上睡着。记得我们租的第1个小房子只有30平，下雨天漏水，我们抱着盆接水，却笑得像2个傻子。记得他每次说王峥我们会永远在一起时，眼里闪烁的让我愿意付出一切的光，原来都是演的，系统任务而已。嗡的一声，手里的手机突然震动起来，屏幕亮起，是银行的 APP 推送，您的账户已入账100万元。紧接着第2笔推送跳出，您的账户已入账60万元。推送还在跳，第3笔10万，第4笔5万，然后一个熟悉的声音在我脑海深处响起，警告，侦测到绑定伴侣李婉存在实质性背叛行为，隐藏协议强制启动。背叛者李婉为第三方周远明花费的每一笔资金，都将以100倍金额实时返还至绑定者王峥的个人账户。只要我和李婉结婚，就会获得亿万奖励。可婚礼前，我却看见他出轨了。系统隐藏协议100倍返利激活，提示音响起，正在结算过去1周内的相关消费。手机在我掌心疯狂震动，推送通知像雪崩一样滚下来。李婉为周远明支付画廊租金1万元，已入账100万元。李婉为周远明支付酒店套房5000元，已入账50万元。数字冰冷，却带着滚烫的讽刺。原来他每个月跟我要的1万的恋爱经费，是用来替他交房租的。原来就在我出差给他挑纪念品时，他正在和他开房。试衣间里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和李婉压低的惊呼。他嗔怒到你轻点，口红全花了，等下还要出去给王峥看呢。周远明说给他看什么？就他那舔狗样，你披个麻袋他都觉得是仙女。晚上老地方见。李婉喘息着说不行，今晚2家父母要一起吃饭，明天我找借口出来。周远明啧了一声说真麻烦，再让他得意几天，等钱到手。哼哼，声音渐渐低下去，又被唇齿交缠的声音取代。我慢慢的松开了紧握的拳头，低下头看着手机屏幕上最后定格的一行字，回溯完毕，总计入账640万元。仅仅1周，李婉就给周远明花了6万4，返还到我手里变为了640万元。我8年的爱情此刻都化为了冰冷的数字。不对，还不止这些，只要李婉给周远明花钱，都将100倍返利给我。而如果7天后婚礼如期进行，永恒挚爱系统的奖励更是一笔巨额数字。只是我没有想到，李婉竟然也有系统。我们的婚礼同样也是他和周远明的期待，我必然不会辜负这份期待。我举起手机，摄像头对准那道帘子缝隙，咔嚓一声，被婚纱店的音乐完美掩盖。我收起手机，最后看了一眼那对仍在厮磨的鸳鸯，然后转过身，走向 VIP 区的休息沙发。走到沙发边时，我脸上已经重新带上了那副温和的笑容。沙发里坐着李婉的母亲，我的准岳母，她正不耐烦地翻着杂志，见我过来，抬起眼皮说你怎么才到？我从口袋里掏出一枚翡翠项链递过去，说不好意思阿姨，飞机晚点了，给您带的小玩意。岳母接过翡翠看了看，脸色稍霁，说晚呢，换个衣服怎么磨蹭这么久？我在岳母对面的沙发坐下，说可能是婚纱有点复杂吧。没事阿姨，我们之前说婚礼那天要请的赵局长那边出了点问题。岳母的注意力果然被转移，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起人际关系的经历，话里话外提醒我娶了他女儿以后这样的场合还多得很，要学着体面。我频频点头，神色认真，脑子里却在和系统做最后的确认。隐藏协议已完全激活，最终倒计时167比59比3，请确保仪式顺利完成，以获取完整奖励。温馨提示，背叛者的惩罚将巅峰时刻予以执行，祝您复仇愉快。就在这时，试衣间的帘子终于拉开了，李婉走出来，婚纱已经整理得完美无瑕，脸上的妆容也重新补过，精致的像橱窗里的瓷娃娃。她看到我眼睛弯起来，露出甜蜜的笑容，说老公你来了。周远明跟在她身后半步，已经恢复了那副艺术家的疏离模样，对我点了点头，算是打过招呼。我站起来迎上去，眼里适时地浮现出惊艳和感动。我看着她眼睛，声音温柔，婉婉真美。7天后，我要让全世界都为你惊叹。准岳母接了个电话，提前离开了。婚纱店里只剩下我、李婉和周远明。店员端来茶水，李婉自然的在我身边坐下，头靠在我肩上，轻声说是婚纱好累。我抬手温柔的揉了揉她的头发，说辛苦你了。周远明坐在对面单人沙发上，翘着腿翻着一本婚纱店的宣传册，偶尔抬眼，目光轻飘飘的掠过李婉。李婉的手机屏幕亮了一下，
他瞥了一眼，手指迅速划掉，但我还是看到那条消息。晚上视频，想你。我装作没看见，端起茶杯问周远明觉得哪套婚纱最好看。周远明合上册子，淡淡的说都一般吧。李婉娇嗔的瞪他一眼，说就你要求高，又转头对我笑，说别理他，他艺术家脾气怪。我说艺术家眼光独特是好事，又笑着看向周远明，说婚礼那天还要麻烦你这位好朋友多拍些照片。周远明挑了挑眉，说没问题啊，保证把新娘拍好看。他话里有话，我笑容不变，说那太好了。手机在口袋里又震动了一下。李婉为周远明购买原体彩绘套装，支出800元，已入账8万元。看来艺术家又要搞创作了。周远明借口画廊有事，先行离开。他背影潇洒，带着艺术家特有的对世俗的不屑一顾。可他不知道的是，他潇洒离开的每一步，都可能正在为我创造财富。店里只剩下我和李婉，他撒娇说累了，要我背他回家，像以前很多次那样。我蹲下身，他趴上来，手臂环住我的脖子，温热的气息喷在我耳侧。他声音软糯，说：“老公，今天我们去看婚戒好不好？你说要给我挑最特别的。”我背着他稳步向前说好。他趴在我背上哼着歌，是我们大学时都爱听的那首老歌，歌词里唱着永远，真讽刺。珠宝店里灯光璀璨，李婉看中了一枚3克拉的钻戒，主钻周围碎钻环绕，标价6位数。他眼睛发亮，拿着在指尖比了右比，对着光看火彩。销售在一旁极力夸赞他眼光好，说这戒指配他的气质，说我们俩简直是天作之合。李婉期待地看着我，以前的我会毫不犹豫地刷卡，哪怕接下来几个月要啃馒头。现在的我看着他眼底深处那一丝不易察觉的算计，忽然想笑，他是不是在估算这枚戒指将来能换多少他和周远明环游世界的路费？我接过戒指，温柔地套在李婉的无名指上，尺寸刚好。我问她喜欢吗？她仰着头看我，眼睛亮晶晶地说喜欢。老公你真好。我温柔地在她额头上亲了一口，对销售说包起来。刷卡的时候，我感受到手机在口袋里轻微震动了一下，不是消费提醒，而是一条入账通知。我瞥了一眼，李婉正把手机塞回包里，看来在我给她刷卡的时候，她也没闲着。我的收入在持续增长。李婉抱着戒指盒，心满意足。走出店门时，她忽然说：“对了，老公，周远明下个月有个很重要的画展，资金还有点缺口。”她顿了顿，观察着我的表情，试探着说：“我想以我们俩的名义支持他一下，就当是婚礼前做件好事，攒点福报，不多，就10万块，好不好？”他晃着我的胳膊，眼神纯真。我看着他笑了，说：“好啊，艺术家不容易，应该支持。10万返利1000万。”我甚至想对他说，要不要再多支持点。晚上是我和李婉两家父母的饭局，李婉父母对我一如既往的满意，这种满意建立在我名校毕业、事业稳定以及对他们女儿死心塌地的基础上。我父母则有些局促，他们只是普通工薪阶层，面对李婉家隐隐的优越感，总是小心翼翼。席间，李婉母亲再次提起赵局长，暗示我婚后要多走动。李婉父亲则说着投资理财，让我把手头的资金归拢归拢。他认识很靠谱的经理人。我频频举杯，恭敬应承，扮演着他们眼中那个老实上进、未来可期的女婿。李婉坐在我旁边，时不时给我夹菜，凑在我耳边说悄悄话，扮演着体贴的未婚妻。我们看起来真是一对璧人。只有我知道，捉不下他的手机屏幕不时亮起，周远明一直在给他发消息。他回消息时指尖飞快，嘴角会不自觉弯起一个微小的弧度。我喝了一口酒，辛辣直冲喉咙。系统面板在我意识里静静悬浮，倒计时162小时47分22秒，时间在1分1秒减少，走向那个注定有趣的终点。深夜，我送李婉回家，在她家楼下，我们惯例拥抱道别。当我闭上眼睛，脑子里浮现的却是白天婚纱店试衣间帘子缝隙里的画面，她的喘息和周远明的手。我猛地收紧手臂，将他更深地按进怀里。他有些惊讶，笑着戳我胸口，说：“怎么了？今天这么舍不得我？”我闷声回应，说：“想到还有7天你才完全属于我，就有点等不及了。”他眼神闪烁了一下，随即笑得更甜，说：“傻瓜，我早就是你的了。”又聊了几句，他转身上楼。我看着他窗口的灯亮起，又在几分钟后熄灭。然后我走向街角的阴影处，靠在冰冷的墙壁上，打开手机。手机屏幕在黑暗里发出幽光，相册里静静躺着白天拍下的那张照片。帘子缝隙里，两人拥吻的侧影不算清晰，但足以辨认。我看了很久，然后打开加密文件夹，把它拖进去，和另一份文件放在一起。那是一份婚前协议草案，条款对他极其有利。我当时笑着签了，说我的都是你的。现在想想，他大概觉得稳操胜券，连掩饰都懒得做得更完美些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转身离开时，脸上已没有任何表情。倒计时第6天，李婉说要去和闺蜜商量伴娘的事，匆匆出了门。但我知道她是去见周远明。系统提示音在我脑中准时响起，检测到李婉为周远明支付画展场地15万元，您的账户已入账1500万元。手机银行的通知如约而至，我看着那一串零，内心毫无波澜，甚至有点想给他发条信息，夸他眼光好，投资的画展一定能成功。但我忍住了，不能打草惊蛇。我开车去了成交的墓地，在我外婆的墓前看了很久。照片上的女人笑容温柔，她生前总说：“小征，你要找个真心爱你的姑娘，日子苦点没事，心要热乎。”我把额头抵在冰冷的墓碑上，说：“外婆，对不起，我以为我找到了，可她的心比石头还冷。”从墓地回来，我接到了一个电话，是我雇来调查周远明的私家侦探。电话那头告诉我，周远明的背景查清楚了。
原来所谓的天才画家周远明，不过是个混迹艺术圈边缘的二流子。他能卖出作品，全靠一张脸和哄女人的本事。而李婉也只是他近3年里最优质也最长情的饭票。侦探还发来一些照片，是周远明和不同女人的亲密合影，时间跨度甚至远超李婉和他灵魂相知的这3年。其中一张就在上周，是李婉跟我说加班的那晚，周远明在酒吧烂醉，怀里搂着另一个女人。我放大照片，看清了周远明手腕上的表，限量款，比我的还贵。李婉上个月跟我说她弄丢了我送她的手镯，哭得很伤心。我安慰她没关系，又给她转了钱让她买新的。现在看来，那手镯大概没丢，只是换了种方式戴在了别人手上。我看着照片上周远明意气风发的脸，忽然很期待他看到自己和李婉同时失去一切时会是什么表情。下午我去见了律师，把婚前协议和转账记录以及侦探提供的照片交给他。陈律师看完材料，推了推眼镜说：“王先生，李小姐在婚前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情感欺诈，并且存在转移共同财产用于第三方消费的重大嫌疑。”他顿了顿，问我：“您想达到什么效果？”我靠在椅背上，看着窗外明晃晃的太阳，我说：“婚礼要顺利进行，法律上我要他净身出户，情感上我要将他的行为公之于众。”陈律师点头说明白了，他需要一点时间准备，我让他抓紧时间，毕竟婚礼在即，我要让他们的期望在即将到达巅峰时彻底落空。我让他另外帮我拟一份赠与协议，把我名下那套公寓尽早过户给我父母。那套公寓是李婉早就看上的婚房，他说过很多次，喜欢那个大阳台和落地窗。我原本打算婚礼前一天带他去过户，但现在看来没必要了。陈律师效率很高，赠与协议当晚就发到了我邮箱。我第2天约了父母见面，让他们也签了字。父母有些不安，问我是不是和婉婉出了什么问题。我笑着安慰父母说，我和婉婉没事，只是做点资产规划，让他们安心。他们看着我欲言又止，最终只是叹气，签了字。我知道他们担心什么，他们觉得我配不上李婉，在这段关系里总是卑微的那个，他们怕我吃亏。以前我会反驳，说婉婉不是那样的人，现在我只能沉默地抱了抱他们。对不起爸妈，让你们担心了这么久，但很快就不会了。倒计时第5天，李婉显得有点焦虑，她总是频繁看手机，对我却格外温柔粘人。晚上她亲自下厨做了一桌菜，都是我爱吃的。吃饭时她忽然放下筷子看着我，神情有些严肃，说：“王峥，你爱我吗？”我给她加了块排骨，问她怎么突然问这个。她难得的流露出一点小女儿的娇态，嘟着嘴撒娇让我快说。我看着她的眼睛，毫不犹豫地说：“爱。”8年来每一天都比前一天更爱，这是真话，至少在发现她出轨前都是真话。她似乎松了口气，眼睛弯起来，又有点湿润。她握住我的手，说：“我也爱你，不管发生什么，我们都会永远在一起，对吧？”可笑，一个出轨的人居然还好意思问我们会不会永远在一起。我反握住李婉的手，笑着说：“当然了。”我的力道有点大，她微微蹙眉，却没抽开。紧接着，她像是忽然想起什么，说：“对了，周远明的画展定在下个月8号，到时候我们一起去吧。”下个月8号，如果按照他们的计划，那时候他们应该正在某个海岛晒太阳，花着系统奖励的资金吧。我点点头说好，一起去。她笑得开心，低头吃饭，耳根有点红，不知道是因为谎言还是因为期待。夜晚降临，李婉在浴室洗澡，她的手机放在床头充电，屏幕亮了一下，弹出一条来自周远明消息：“宝贝，东西都准备好了，我们婚礼见。”我移开目光，拿起自己的手机，系统面板上又多了几笔入账记录。李婉给周远明订了头等舱机票，以及某奢华酒店的情侣套房，日期是婚礼后第2天。李婉给周远明订了头等舱机票加奢华酒店套房，一共花了8万。系统提示我到账金额800万。浴室水声停了，我放下手机躺好。李婉带着沐浴露的香气钻进被子，从背后抱住我，柔声说：“老公睡了吗？”我说还没。她的手指在我胸口画圈，说：“我在想，婚礼那天我该是什么心情呢？一定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吧。”我握住她作乱的手，说：“我一定会让你成为最幸福的新娘。”她低声笑了，把头埋在我后背，说：“我相信你。”身后很快传来均匀的呼吸声，我睁开眼，看着黑暗中模糊的天花板。最幸福的新娘，也许吧，只不过幸福之后是什么就不好说了。系统提示音在寂静中格外清晰，倒计时100比18比7。按照习俗，婚礼前李婉要先搬回父母家，准备接亲环节。她给我发消息说想我，给我发她试妆的照片，发婚纱最后的修改细节，一切都像最正常最甜蜜的准新娘。我也如常回应，语气温柔，充满期待。但私下里我和陈律师又见了一面，证据链基本完整。周远明那边，侦探也给了我更多有意思的东西。私家侦探给了我一份文件，里面是周远明近半年的通讯记录摘要，以及更多不堪入目的照片和视频片段。周远明的通讯记录对李婉的备注是长期饭票，除了他还有一些备胎 B、富婆 C 等缩写。视频则是在一些灯光暧昧的场所，周远明搂着不同女人，吹嘘自己如何让李婉那个傻女人心甘情愿掏钱供他追求艺术，言语间满是轻蔑和得意。其中一个视频里，他醉醺醺地对朋友说：“等结了婚，那套房子和系统奖励到手，我立刻踹了他。”他还真以为我爱看他那副故作清高的样子。
我关掉视频，内心平静无波，甚至有点想感谢他的坦诚，为我的计划省去了许多道德上的忧虑。手机震动，是李婉发来的消息，是一张她戴着新娘头纱的自拍，说好看吗？只给你看哦。同时，一条入账消息弹出，李婉为周远明购买奢侈品领带，支出3000元，已入账30万元。看来周远明又和他的长期饭票一起消费了。倒计时第3天，陈律师约我见面，神色凝重地递给我一份新查到的资料，是关于周远明那家画廊的。名义上的法人是周远明的一个远房亲戚，而这家画廊上个月刚刚为周远明的一幅抽象画做了次内部交易，标价80万，购买方是一个空壳公司，钱从左口袋进右口袋，顺便洗白了一部分李婉转给他的款项。陈律师推了推眼镜，说这已经涉嫌到洗钱和税务问题，虽然金额不大，但足够引起有关部门注意，作为压垮骆驼的其中一根稻草。我点点头，问我让你准备的东西呢？陈律师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个文件袋，说这是一份情况说明和部分证据复印件，已经寄往了有关部门，时机一到，自然会启动调查。我接过文件袋掂了掂，说婚礼当天我要这份礼物准时送达。陈律师点点头说明白。另外，您父母那边已经按照您的安排，以婚前短期旅游的名义暂时送出国了，他们很安全，也会在婚礼当天恰好错过所有通讯。我松了口气，最后一点软肋也妥善安置了。晚上，李婉打来视频电话，背景是她娘家精心布置的闺房，到处贴着喜字。她穿着睡衣坐在床上，头发上还带着水汽，眼睛湿漉漉的看着镜头说想我了。没有我抱着睡不着，我隔着屏幕用一如既往的温柔语气哄她，说还有3天就是婚礼了，到时候我们就能一直在一起了。她嘟着嘴撒娇，问我有没有给她准备婚礼惊喜。是什么？我说现在说了还叫惊喜吗？保证是你最喜欢的。她笑了，眼底却有一丝不易察觉的焦躁。视频挂断不到5分钟，系统提示音响起，检测到李婉向周远明转账20万元，备注画展最终筹备，您的账户已入账2000万元。看来他也在做最后的冲刺，为他们的私奔储备弹药。我的账户余额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膨胀，但这还不够，毕竟我要的是系统承诺的那份终极奖励，以及那份终极惊喜。倒计时第2天，按照习俗，今天是双方亲友共同布置新房、演练流程的日子。我父母在外旅游，便有几位叔伯和好友帮忙。李婉和她父母也过来了，她穿着简单的裙子，指挥着大家贴喜字、摆放装饰，一副女主人的干练模样。新房布置的喜气洋洋，送走所有亲友后，只剩下我和李婉。她环顾四周，最后目光落在客厅那面巨大的落地窗上，眼神有些飘忽。她忽然说：“你还记得我们以前那个小房子吗？下雨会漏水，但我们挤在一起，觉得特别温暖。”我走到她身边说：“当然记得，你当时说以后我们一定要买个大房子，还要有大大的落地窗。”她靠在我肩上，语气带着感慨，说：“是啊，现在终于有了。王峥，谢谢你给了我梦想中的一切。”我搂着他的肩膀没有说话。梦想中的一切，包括和情人算计着系统奖励，计划着婚礼后的私奔吗？李婉轻声说：“明天一切都会是新的开始，对吧？”我看着他印在玻璃窗上的倒影，缓缓回答：“对，绝对是全新的开始。”窗外夜色渐浓，系统面板上倒计时数字无情的跳动着，18点59分59秒。期待已久的婚礼终于到来。清晨5点，我就被化妆师和造型团队叫醒。镜子里的男人穿着昂贵的高定西装，头发一丝不苟，面容英俊，却带着一丝彻夜未眠的倦意。手机在西装内袋里安静躺着，里面除了常规软件，还有一个加密的倒计时 APP 与系统同步。倒计时显示还剩8个小时，而距离典礼开始还有不到7个小时。陈律师准时发来消息，说一切准备就绪，礼物已确认在配送途中。侦探也发来消息，说目标人物周远明已离开住所，驾车前往婚礼酒店。我回复收到，一切按计划进行。李婉发来语音，背景嘈杂，是伴娘们的欢笑声，她的声音透着兴奋和一点点哽咽，说老公我有点紧张，又特别开心，我等你来接我。我按下语音键，声音温柔沉稳，说等着我，我很快就来找你。接亲的过程热闹又套路，伴娘团设置了重重关卡，我带着兄弟们一一破解，红包撒得像不要钱。最后在卧室门口，我单膝跪地，大声念着保证书，承诺会一辈子对她好。卧室门在礼花中打开，穿着嫁衣的李婉坐在床上，她妆容精致，抬头看向我时，眼里的光彩让人恍惚。那一瞬间，我几乎要忘记1周前看到的出轨现场，忘记那些冰冷的转账记录。但系统事实在我脑中轻响，检测到李婉为周远明转账5万元，备注今日惊喜，您的账户已入账500万元。好一个今日惊喜，是准备在婚礼上送给我的惊喜，还是送给周远明的私奔贺礼？我眨了眨眼，下一秒恢复了脸上的笑容。我快步走上前为他穿上婚鞋，在一片起哄声中将他抱起，他很轻，依偎在我怀里。我抱着他稳步走下楼梯，如同走向审判台。婚礼设在市郊最大的5星级酒店草坪，阳光明媚，鲜花拱门，白色座椅，
一切都如梦似幻。宾客陆续到来，大多是双方的亲戚、同事、朋友。李婉在休息室补妆，我站在迎宾处，与每一位来宾握手寒暄，接受祝福。周远明也准时出现了，他穿着一身看似随意但价值不菲的休闲西装，头发精心抓过，手里拿着一台专业相机，以李婉好友兼特约摄影师的身份，自如地穿梭在宾客和场地之间。他看到我，遥遥举了举相机，露出一个礼貌而疏离的微笑。我点头回礼，目光平静地扫过他，落在他身后不远处一个穿着酒店服务员制服，正低头调整香槟塔的男人身上。那是我安排的人。周远明似乎毫无所觉，他正端着相机，寻找着最佳角度，偶尔与相熟的宾客交谈几句，言谈间不乏艺术家的傲气。我收回目光，看向入口，几个穿着低调、气质精干的人走了进来，分散坐在了宾客席的后排。配送礼物的人到了。典礼即将开始，我被引导到鲜花拱门下等待。司仪在台上暖场，音乐舒缓浪漫。李婉在父母的陪伴下出现在红毯的另一端，她穿着那件我在婚纱店见过的价值不菲的主纱，头纱曳地，在阳光下美得惊心动魄。宾客席响起赞叹的掌声和低语。我看着他一步步走来，8年的时光碎片在脑海中飞速掠过，最后定格在试衣间帘缝后那张绯红迷醉的脸。他走到我面前，他的父亲将他的手递给我，我的手心干燥稳定，握住他微微汗湿的手。司仪开始念诵庄严的台词，询问我们是否愿意无论贫穷富有、健康疾病都不离不弃。我的声音清晰坚定，回答我愿意。李婉的声音带着幸福的颤音，眼眶微红，也回答到我愿意。司仪高声说道：“请2位新人交换戒指。”我拿出早就准备好的钻戒，套在他的无名指上，正是那天在珠宝店他看中的那一枚。他为我戴上男戒时，手指有些抖。台下周远明举着相机，镜头一直对准我们。仪式进入尾声，司仪宣布：“现在新郎可以亲吻你的新娘了。”我低头靠近李婉，他能看见我眼中映出的他的道理，或许还有一丝他从未见过的冰冷。就在我的唇即将碰到他时，宴会厅侧门传来一阵不大却足够引起注意的骚动，几个人快步走了进来，为首2人亮出证件，径直走向宾客席中正在调整相机参数的周远明。周远明先生吗？有些情况需要你配合调查。声音通过司仪不小心忘记关掉的麦克风，清晰地传遍了整个草坪。音乐戛然而止，所有宾客，包括台上的司仪和伴郎伴娘，全都愕然转头。李婉的身体瞬间僵硬，抓着我的手猛地收紧，指甲几乎掐进我的肉里。周远明脸色煞白，强作镇定，说：“你们是不是搞错了？今天是我朋友婚礼。”官方人员的语气公事公办，说：“我们接到举报，正在展开关于你名下远明画廊涉嫌虚开发票、洗钱以及你个人税务问题的调查，请你现在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。”2个随行人员已经一左一右站在了他身边。周远明失声叫道：“什么洗钱税务？我没有啊，这是诬陷！”他的目光慌乱地扫向台上，与李婉惊骇的目光撞在一起。场面一片死寂，随即是嗡嗡的议论声。周远明很快反应过来，强作镇定，甚至还对围着的人笑了笑，说：“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能不能等仪式结束？”对方语气不容置疑，说：“请你配合。”周远明看向李婉，2人眼神快速交换了一下，他微不可察地点了点头，然后转回头，提高了声音说：“好吧，我相信法律会还我清白。”他看向李婉，声音温柔又坚定，说：“婉婉别担心，专心做你的新娘子，我没事。”李婉的嘴唇抖了抖，没说出话。周远明被带走了，背影依旧努力挺直，但在2名执法人员中间，那份艺术家的潇洒荡然无存。李婉一直看着他消失在酒店侧门，才慢慢转回头。我适时地揽住他的肩，露出一丝不解，轻声问：“没事吧？”周远明他怎么回事？他猛地回过神，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，颤抖着说：“没事，他可能得罪人了，我们继续吧。”司仪经验丰富，立刻将注意力拉回婚礼，说：“看来我们的摄影师太敬业，连官方都想请他帮忙拍照了。小插曲过去，让我们继续这神圣的时刻。”宾客们发出善意的笑声，气氛稍稍回暖。婚礼流程在一种诡异的气氛中勉强继续。我和李婉换了一套礼服，挨桌敬酒。李婉恢复了状态，笑容重新变得甜美，只是眼底深处有一丝挥之不去的慌乱和焦虑。敬到周远明原本该坐的那桌时，他的位置空着。李婉的眼神在那空位上停留了0.1秒，随即笑着向其他人举杯。敬完一圈，李婉脚步已经有些虚浮。我扶着他回到主桌，他靠在椅背上，眼神有些涣散，低声问我老公：“周远明不会有事吧？”我给他倒了杯温水，语气温和，说不清楚。不过既然是被带走调查，总会有个说法，别太担心，今天是我们的好日子。他接过水杯没喝，只是捧着，指尖发白。司仪在台上活跃气氛，做游戏抽奖，场面热闹非凡。李婉的手机在精致的手包里震动了好几次，他偷偷拿出来看，手指飞快的打字回复，不用猜也知道是谁。系统提示音在我脑中同步响起，检测到李婉试图通过他人向周远明传递消息，并支付疏通关系费用5万元，您的账户已入账500万元。我端起酒杯抿了一口，酒很辣，但心很静。宴席过半，到了新娘抛捧花的环节，未婚的年轻男女们聚集到台前，李婉拿着捧花站在台上，目光扫过台下，她忽然看向我，眼神复杂，低声快速说：“王峥，我有点不舒服，
想去后面休息一下。我点头问要我陪你吗？他摇头说不用，他很快回来。他把捧花随便往人群里一扔，引起一阵小小的骚动。然后他提着裙子从侧面的小门快步离开了宴会厅。我站在原地看着他的背影消失，心里默默倒数还剩10分钟。我拿出手机给陈律师发了条消息，说可以开始了，然后走向宴会厅的控制室。我笑着说想给新娘一个惊喜，需要借用一下大屏幕。工作人员都认得我，点头同意了。我拿出一个 U 盘插入电脑，屏幕上还在播放我和李婉的婚纱照电子相册。我移动鼠标，点开了 U 盘里那个名为惊喜的视频文件。宴会厅里，宾客们正在聊天喝酒，等待新人回来进行下一环节。而主舞台两侧巨大的 LED 屏幕上，画面正在悄然改变。屏幕上首先出现的是一张照片，是那张婚纱店试衣间的帘子缝隙里李婉和周远明拥吻的侧影。虽然有些模糊，但熟悉的人足以认出。喧闹的宴会厅瞬间安静了一下，几秒后哗然声四起，有人惊呼，有人交头接耳，有人难以置信地看向屏幕。照片淡出，切入一段视频，是周远明在酒吧搂着别的女人，醉醺醺地说话。李婉那个傻女人，还真以为我爱她，等钱到手，谁还陪她演戏？声音通过音响传遍大厅，每一个字都清晰可闻。接着是一笔笔银行转账记录的截图，从李婉账户到周远明账户，备注清晰：画廊租金、酒店费用、画展支持。今日惊喜，时间跨度长达数年，金额累计触目惊心。最后是李婉和周远明的微信聊天记录片段，上面写着再忍7天，奖励一到账就走，王峥就是个可怜虫，我只爱你。冰冷的文字配合着之前温馨的婚纱照背景音乐，讽刺到了极点，整个宴会厅死一般寂静，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地看着屏幕。李婉的父母猛地站起来，脸色铁青。就在这时，门口传来一声尖叫，是李婉。她大概是收到消息冲了回来。她站在宴会厅入口，脸色惨白如纸，眼睛死死瞪着大屏幕，身体摇摇欲坠。她手里还拿着手机，屏幕上显示着和周远明的对话界面。远明，他们把你带去哪儿了？我害怕。倒计时快结束了，我们现在怎么办？我这婚还逃吗？这2条最新发出的消息也同步出现在了滚动播放的聊天记录截图中，时间就是在几分钟前。李婉像是被雷劈中，僵在原地。他缓缓转动眼珠，看向主桌边的我。我平静地回视他，他眼底的惊恐、慌乱和难以置信，慢慢被一种彻骨的寒意取代。他明白了，一切都明白了。他的声音嘶哑的不像话，颤抖着说：“王峥，你早就知道了。”我没回答李婉的话，只是拿起司仪的话筒，背景音乐早已停下，整个宴会厅鸦雀无声，所有人都看着我。我的声音通过话筒传出来，清晰冷静，说：“感谢各位今天来参加这场婚礼，但很抱歉，让大家看到了一些不愉快的东西。正如各位所见，过去8年，我一直活在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里。”我顿了顿，目光扫过全场，最后落在李婉惨白的脸上，笑着说：“很可惜，2位的计划落空了。”李婉像是骤然被抽走了所有力气，踉跄了一下，扶住旁边的椅子才没摔倒。她死死盯着我，嘴唇哆嗦着，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他父母冲了过来，他母亲试图去拉他，被他父亲铁青着脸拦住。他父亲看着我，眼神里有震惊有羞愧，最终化作一声长长的叹息，别开了脸。宾客席炸开了锅，议论声和鄙夷的目光如同利箭射向李婉。他站在那里，承受着千夫所指，像一尊瞬间风化的石膏像。我放下话筒，走向他，每走一步，他眼里的恐惧就加深1分。我停在他面前，低头用只有我们2人能听到的声音说：“3、2、1。”倒计时结束，脑海中的系统提示音准时响起：“恭喜您完成永恒之爱8年契约，基础奖励10亿元已发放。”检测到绑定伴侣李婉存在重大背叛行为，惩罚机制启动。李婉的身体猛地一颤，她显然也听到了，她脸上最后一丝血色也消失了，眼睛惊恐地睁大，看向虚空，仿佛那里有什么可怕的东西。系统提示还在继续，系统将对背叛者李婉执行社会关系剥离、非法所得追回、道德审判公开，对协助者周远明执行事业摧毁、法律责任追究、信用体系封锁。祝您生活愉快。伴随着一连串的提示音，我的手机开始持续震动，不用看也知道，那上面的数字正在疯狂跳动，达到一个常人难以想象的天文数字。他们一直觊觎的钱终于到账，而惩罚将拉开帷幕。宴会厅里议论比一声四起，甚至有人拿出手机开始拍摄。李婉的父母试图带她离开，但她像是定在了原地，只是死死地看着我，眼神从恐惧绝望慢慢变成一种疯狂的恨意。她猛地甩开她母亲的手，尖叫道：“王峥，你算计我！你一直在算计我！”他的声音嘶哑破碎，再没有半点平时的甜美。我平静地看着他，没有说话。这时，酒店经理带着几个保安匆匆赶来，脸色为难地看着这混乱的场面。李婉的父亲上前交涉，老脸涨得通红，只想尽快离开。但就在这时，宴会厅的入口处又出现了几个人，有穿着银行的工作人员，有律师事务所的人，还有2名官方探员。他们径直走向李婉。银行的工作人员率先开口说：“李婉女士，您名下的多个账户存在大额异常消费及资金流向不明问题。根据协议，我行线已冻结您名下所有账户，并启动内部调查。”一叠文件被递到李婉面前，律师事务所的人接着上前说：“李婉女士，因您婚前存在重大过错及欺诈行为，王峥先生已向法院提起财产分割诉讼。”又一叠文件。
李婉的身体开始发抖。最后上前的是官方探员，他们出示了文件，说李婉女士，关于周远明涉嫌洗钱一案，现有证据证明您可能知情或参与，现口头传唤您于规定时间前往配合调查，请保持通讯畅通。3重打击几乎在同一时间砸下，财产冻结，债务压身，婚姻诉讼，净身出户，法律传唤，前途未卜。李婉脸上的血色褪得干干净净，看向我的眼神充满了怨毒，但更深处是无法掩饰的恐慌和崩溃。他苦心经营8年，算计来的荣华富贵和真爱私奔梦，在短短几分钟内灰飞烟灭，甚至还背上了可能一辈子都还不清的债务和洗不清的污点。李婉的母亲当场晕了过去，被他父亲手忙脚乱的扶住，场面更加混乱。宾客们也不再掩饰，指指点点的声音像潮水一样涌来。真没想到他是这种人，8年啊，装的可真像。平时看着挺清高的，原来还倒贴杨小白脸。李婉站在这些目光和议论的中心，摇摇欲坠。她突然像是想起了什么，手忙脚乱地抓起手机，拨打周远明的电话。周远明的电话根本打不通，他疯狂地给他发消息，泪水糊了满脸，精致的妆容一塌糊涂，没有回音。周远明现在自身难保，哪里还会管他？他最后的指望也断了。我没有再看他，而是转身对着尚未完全离席、神色各异的宾客们微微鞠了一躬。我的声音透过话筒依旧平稳，说再次抱歉，让各位见笑了。今日所有礼金稍后将原路全额退还，另外酒店为大家准备了简餐和伴手礼，聊表歉意。说完，我放下话筒，脱下身上那件价格不菲的西装外套，随手搭在椅背上，然后在无数道目光的注视下，径直穿过一片狼藉的宴会厅走向出口。自始至终没有再看李婉一眼，身后传来他崩溃的哭喊和尖叫，还有他父亲试图制止的呵斥声，但这些声音仿佛隔着很远的距离，模糊不清。8年一梦，到此为止。走出酒店，午后的阳光有些刺眼，我眯了眯眼，深吸了一口外面新鲜的空气。手机上是陈律师发来的消息，他说后续的法律程序我会继续跟进。媒体那边资料已经匿名送达了，明天会见报，祝您一切顺利。我回复谢谢辛苦了，然后在市中心最顶级的酒店开了一间临江的总统套房。我不想回家，此刻那套所谓的婚房只让我感到窒息。站在落地窗前，我俯瞰着城市繁华的车水马龙，手机安静地躺在旁边的茶几上。银行 APP 里此刻正躺着一串惊人的数字，10亿的基础奖励，加上同样上亿的100倍返还，巨额财富带来的并不是狂喜，而是一种深沉的疲惫和近乎虚无的平静。系统提示音再次最后一次响起，所有奖励及惩罚已执行完毕，系统解除绑定，感谢使用，再见。脑海里那种隐约与某个存在连接的感觉彻底消失了，只剩下我自己和这冰冷的足以改变无数人命运的金钱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切断了与过去几乎所有的联系，换了新的手机号码。那场荒唐婚礼让李婉和周远明成了本地的家喻户晓的存在。新闻标题耸动，准新娘婚礼现场被揭8年骗局，为艺术家情夫散尽家财反被调查，舆论几乎是一边倒的唾弃。李婉的社会性死亡完成的彻底，他父母家据说被记者和好事者围堵过，后来不堪其扰，匆匆搬了家不知去向。周远明的画廊被查封，他的那些艺术品被嗤之以鼻，所谓的艺术家人设彻底崩塌，洗钱和税务问题够他喝一壶，据说可能面临实刑。而李婉要偿还因担保和异常消费欠下的债务，还要配合周远明案的调查，忙得焦头烂额，这些都是他们应得的。我让陈律师将我之前过户给父母的那套公寓正式办妥了手续，又往父母在国外旅游的账户里赚了一笔足够他们安逸生活很久的钱。我告诉他们我很好，想一个人静一静，处理一些事情，让他们放心游玩。父母似乎隐约知道了什么，电话里没有多问，只是反复叮嘱我照顾好自己。我没有急于挥霍这笔天降横财，而是花了些时间，请教了顶级的财务顾问和律师团队，将这笔资金进行了稳健的资产配置。做完这些，我才感觉真正松了一口气，仿佛卸下了某种枷锁。我卖掉了原来的车和所有与李婉有关的东西，在另一个临海的城市买下了一栋带庭院和玻璃书房的海边别墅。这里没人认识我，我可以每天听着海浪声醒来，看着日落喝茶，在书房里看一些以前没时间看的闲书。生活简单的近乎奢侈，时间平缓的流逝，像沙滩上的潮汐，抚平痕迹。我以为关于李婉的一切已经彻底翻篇，直到一个飘着细雨的黄昏，我穿着宽松的居家服，正在玻璃书房里煮一壶陈皮普洱。门禁系统的可视电话突然响了，屏幕上出现一张苍白消瘦、眼窝深陷的女人的脸，雨水打湿了她廉价外套的肩头，头发凌乱的贴在脸颊，是李婉。比起婚礼那天的崩溃和疯狂，此刻的李婉更像一具被抽干了灵魂的躯壳，只有眼睛里燃烧着一种偏执的光芒。她死死盯着摄像头，沙哑的声音透过听筒传来：“王铮，王铮，我知道你在，你开门，求你开门，我有话跟你说。”我静静地看着屏幕没有动，他开始用力拍打院门，声音带着哭腔和绝望，大喊着说：“系统，那个鬼系统他又来了，他不肯放过我，他一直给我发布任务，让我重新接近你，重新攻略你，我受不了了，我真的要疯了。王铮，看在我们过去8年的份上，你就救我，你跟我说句话好不好？”
他语无伦次，尖锐的声音混杂着雨声，听起来格外凄厉。重新攻略我，系统的惩罚竟然还有这种持续性的精神折磨。我微微蹙眉，但心底一丝波澜也无。我没有开门回应，只是拿起旁边的室内电话，拨通了小区保安室的号码。你好，我是区7栋的业主，门口有一位精神似乎不太稳定的女士在骚扰我，麻烦请她离开。我的声音平静无波，保安很快到来。屏幕里，李婉被2个穿着制服的保安拦着，她挣扎着哭喊着我的名字，声音尖锐说：“王峥，你怎么能这么狠心？我爱你啊！我以前是真的爱过你的，都是系统逼我的，是他发布的任务，你相信我。”爱这个字眼从他嘴里说出来，此刻只让我觉得无比荒谬和肮脏。保安似乎说了什么，态度强硬的请他离开。李婉最终被架走了。他回头看向摄像头的那一眼，充满了无尽的怨毒和绝望，以及一丝令人不寒而栗的疯狂。屏幕恢复了安静，只剩下沙沙的雨声。那之后，李婉又试图来过几次，还不知道从哪里弄到了我的新电话号码，时不时打来电话或发来疯狂的消息，内容无非是系统如何折磨他，发布各种难以完成的任务，任务失败就有各种精神上的惩罚，他如何痛苦，如何后悔，如何真心爱我。我拉黑了所有他能联系到我的方式，并且跟保安明确，此人精神异常，要多加注意，禁止靠近。持续半年的纠缠无果，他的身影终于渐渐消失，就像一滴水蒸腾在了我新生活的阳光之下，了无痕迹。我的生活继续沿着既定的轨道平静前行，投资的项目运转良好，还设立了助学基金，帮助几个很有天赋的孩子。父母似乎爱上了旅游，偶尔会发来他们在各种海边或小镇的照片。我心中那片因背叛和欺骗而留下的冻土，正在新生活的滋养下慢慢复苏，长出新的柔软的植被。在一次优秀学生作品展上，我遇到了乔薇薇，她是基金聘请的独立策展人，正在向几位捐赠者讲解一幅来自山区孩子的版画作品。他的讲解专业深入，却不乏温情，能敏锐地捕捉到作品里质朴的情感和生命力。我们因为一幅画的观点不谋而合，交谈了几句之后，因为基金的事务又有过几次接触。我们聊艺术，聊旅行，聊各自喜欢看的书和电影，相处轻松，界限分明。他聪明独立，有同理心，也有自己的事业和追求。最重要的是，他看向我的眼神清澈坦然，没有算计和贪婪，只有对等的欣赏。这种感觉很好，像经过漫长寒冬后吹在脸上的第一缕带着暖意的春风，不炽烈，却让人安心。2年后的一个普通周末，乔薇薇发来消息，说发现一家很特别的私人美术馆，问我要不要一起去看看。我回复好，时间地点发我。放下手机，我走到玻璃书房外的大阳台，傍晚的海面泛着金色的灵光，海鸥掠过，远处的沙滩上有情侣在漫步，有孩子在嬉戏，生活仿佛一个巨大的循环，有人带着伤痕退出，有人满怀希望加入，而大海一如既往，潮起潮落，包容一切，又抵挡一切。我拥有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财富，也背负过常人难以想象的背叛。他提醒我清醒，也让我更懂得珍惜即将到来的光明。开车去往美术馆的路上，夕阳将城市的轮廓染成温暖的橘红色。我的车拐过最后一个弯，那座隐在梧桐树后的私人美术馆就在前方，暖黄色的灯光已经从窗户里透出来。乔薇薇发来消息，说我到了，在门口等你。今天人不多，很安静。我停好车，看向美术馆门口，他果然站在那里，低头看着手机，侧影在暮色和灯光里显得沉静而美好。我关掉引擎，拿起手机回复，看到你了，这就来。推开车门，傍晚微凉的风拂面而来，我迈步朝那光亮走去，身后漫长的黑夜终于彻底褪去，而前方是崭新的人生篇章。